最近股东们彻底沸腾，国产155毫米固体冲压增程原型弹试射消息刷屏，网传极限射程直达150公里，还搭配北斗高精度制导。这颗新式炮弹一旦正式列装，咱们陆军的火力打击体系会不会迎来颠覆性变革？先直观感受下它的恐怖实力，直接打破传统火炮的射程天花板。常规155榴弹炮有效射程也就20-30公里，就算升级火箭增程弹，极限也就50-60公里。哪怕是目前主流的滑翔增程，但拼尽全力也勉强摸到100公里门槛。而这款新型冲压弹直接把射程翻倍拉升，让普通卡车炮拥有了以往战术导弹才具备的超远打击能力。很多人以为增程只是多装点火药多加燃料，其实根本不是这么简单。传统火箭增程弹属于自带全套装备，燃料氧化剂一体携带，就像人背着氧气瓶跑步，负重极大，续航自然受限。固体冲压弹完全换了赛道，核心优势就是借力飞行，按需续航。炮弹出膛高速飞行后，直接抽取空气中的氧气助燃，不用额外携带氧化剂。同等燃料重量下，它的飞行距离是普通火箭弹的4到6倍，增程效率直接拉满。这项技术的硬核难度更是全球顶尖级别，要把进气道、燃烧室、燃料舱整套动力系统紧凑塞进狭小的155毫米弹体中，同时还要预留充足空间给战斗部，相当于在小小的矿泉水瓶里集成一套能持续稳定工作的微型发动机，工艺和设计难度可想而知。目前全球没有任何国家正式列装同类弹药，就连军工实力顶尖的美国，同款冲压炮弹项目也要2030年才计划量产。咱们的研发进度已然实现小幅反超，走在了世界前沿。这枚155毫米冲压增程炮弹的射程达到了惊人的150公里。有了这种炮弹，炮兵部队以后又支棱起来了。毕竟我能打到你，你却够不到我，可大幅提高己方部队的作战灵活性和生存能力。一般情况下，155毫米榴弹炮发射普通炮弹的射程在20公里左右，发射火箭增程炮弹射程在40至70公里。各国都在为炮弹的增程而努力研究。2022年6月28日，美国波音公司和挪威纳姆公司将这枚炮弹试射成功。冲压增程的概念早在1913年由法国人雷内劳伦提出，之后冲压发动机就广泛应用于飞行器中。例如大家熟知的 S271 黑鸟侦察机，它的发动机特征就很明显。要了解冲压发动机技术，我们首先要理解冲击波的概念。当我们将球扔到水里时，会产生均匀扩散的涟漪，将球往回拉会产生不同心的波纹。在飞机飞行时遇到的声波也是同理，而声波是以音速传播。当飞机的速度达到1马赫时，前面就会形成一堵无形的墙，这就是音闸。如果飞机的速度突破1马赫，前部的波会被打乱，这时锥形波边缘200纳米的厚度会形成高温和高压。这200纳米狭窄区域的压力是大气压的29倍，这个区域被称为冲击波。注意哈，冲压发动机需要利用这个冲击波。冲压发动机拥有非常简单的内部构造，只有3个主要的固定部件，分别为入口处的扩散器、中间的燃烧室和尾部的喷嘴。当炮弹的速度超过音速时，弹体上会产生无数道冲击波，当许多冲击波聚集到一起时，在入口区域会产生高压锥形壁，这是冲击波的截面。这意味着在这个锥形区域，空气被冲击波自动压缩并加热，这就是冲压效应。高压高温的空气进入燃烧室内，与内部燃料混合，显著提高燃烧效率。爆燃的气体进入喷嘴时，这里还有一个收缩的设计，这个简单的设计实现了非常高的压力增压。如果炮弹的飞行速度超过 1.2 马赫，燃烧的压力超过限制，压缩空气将在进气管周围溢出。于是科学家在进气道设计了一个锥形物体，改善冲压效应。传统的火箭增程炮弹只依靠内部燃料中的氧化剂燃烧，而冲压增程炮弹因为借助了压缩空气，其推力是普通火箭发动机的4至6倍。远射程之外，这枚新弹的精准度同样亮眼，依托北斗制导加持，基础误差仅10至15米。如果换装激光红外膜制导模块，误差能压缩到5至8米，差不多半个篮球场的大小，真正实现指哪打哪。
放在以前，想要摧毁100公里外的敌方指挥所、弹药库、重兵阵地，只能动用远程火箭炮，甚至昂贵的巡航导弹，动用门槛极高。如今一门普通卡车炮隐蔽在山地后方，几发速射就能完成精准点名，战术灵活性直接拉满。最让人惊喜的是它的性价比，堪称火力自由的代名词。网传单枚造价仅数万元，只有远程火箭弹的1/5，巡航导弹的1/20。过去远程火力打击要反复核算成本，不敢随意饱和输出。现在这款弹药成本低廉，可大批量装备，饱和覆盖打击毫无压力。更关键的是，敌方防空系统根本拦不起，拦截成本远超炮弹本身，完全是亏本的被动防御，战术压制效果直接拉满。不止陆军陆地作战，这枚炮弹的潜力远不止于此，上舰适配性极强。美国曾经大肆宣传的155毫米舰炮项目早已彻底夭折，而咱们的新型155舰炮已经完成试验间亮相。未来搭配这款冲压增程弹，军舰对陆打击范围可覆盖150至200公里，低成本持续火力泼洒，让海军对陆支援战力再上一个台阶。客观理性说一句，目前所有参数和进度均为网传信息，暂无官方实锤。原型但试射成功，不代表可以立刻批量列装，军工研发从来循序渐进，还要经过多轮极端环境测试、可靠性验证、实战适配调整。网传的2029年量产时间也只是民间推测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咱们的炮弹增程技术一直在稳步迭代，从基础底排增程、火箭增程，再到成熟的滑翔增程，如今突破固体冲压新技术，每一步都稳扎稳打，积累深厚。中国军工人向来闷声攻坚，默默突破，往往消息曝光之时，真实进度早已超出大众预期。如果这款超强增程弹正式列装，你觉得它会优先部署在高原边境，还是沿海作战方向？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。央视公开实拍证实，国产 PHL-191远程火箭炮单枚弹药就能覆盖3个标准足球场的杀伤区域。谁能想到，咱们靠创新改良的空爆火箭弹，直接改写了现代火箭炮的火力规则，把传统远火的战力彻底拉满。很多人对火箭炮的固有印象还停留在早年靠量大洗地、精度全靠蒙的阶段。老式火箭炮射程短，弹头威力有限，本质就是短程对地武器的平替，只能做大范围面状打击。在过去的火力体系里，它就是纯粹的消耗品，论精准度根本没法和正规战术导弹相提并论。但 PHL-191彻底打破了这个刻板认知，核心王牌就是空爆杀伤技术。简单说就是火箭弹不会落地爆炸，而是精准锁定目标上空20-30米高度起爆，瞬间泼洒出数万枚高速钨合金弹丸，形成密不透风的金属暴雨，专治各类地面集群目标和野战攻势。这款杀器的威力有着清晰的参数差距，300毫米口径版本有效杀伤半径可达50米，370毫米大口径型号直接翻倍，杀伤半径拉升至80米。防护能力极强的15公分钢筋混凝土墙体，24公分实心砖墙，在高速钨合金弹丸面前形同虚设。躲在普通野战工事战壕里的人员根本没有躲避和反应的时间，会被全方位覆盖打击。真实演训画面更具冲击力，单门 PHL-191火箭炮一轮齐射，可打出768枚火箭弹，足以完整覆盖整片滩头登陆区域，不需要步兵冲锋推进。滩头所有火力点、防御工事、人员集群早已被反复离地式清场，哪怕是军用机场跑道，挨上一发也会100米内遍布弹坑，周边停放战机的机身会被弹丸打成密集码点，彻底丧失升空作战能力。如今的191远火早已摆脱粗放洗地的标签，军工团队为其加装高精度制导模块，主流型号打击误差控制在10米以内，搭配空爆弹的超大覆盖特性，这点误差完全可以忽略。哪怕弹着点稍有偏移，漫天扩散的钨合金弹丸依旧能稳稳覆盖目标区域，真正做到大范围覆盖加精准锁敌双重 buff 叠加。性价比更是它的制胜王牌，同射程战术导弹造价极高，一枚导弹的成本能抵数枚远程火箭弹，用导弹打击集群人员、攻势这类目标完全是大材小用，性价比极低。而191远火能在短短几分钟内完成数十上百枚弹药齐射，瞬间在目标上空织出火力密网，对密集目标的威慑力完全不输常规战术大威力武器。放眼全球，同类装备差距一目了然，国外多数远程火箭炮始终卡在两难困境，要么射程达标但精度堪忧，要么精度提升后造价飙升，直逼导弹成本。只有咱们的 PHL-191 完美融合远射程、高精度、低成本3大核心优势，把昔日的火力消耗品升级成了能精准点穴、全域覆盖的远程火力尖刀。这一波战力突破，本质是咱们多年实战导向军工思路的体现。没有花里胡哨的冗余设计，每一分研发制造成本都精准砸在实战刚需上。曾经的火力不足焦虑，
硬生生催生出登顶世界顶尖水平的远程火箭炮体系，不止硬实力拉满，191元火的机动适配性也堪称一绝。采用车载模块化设计，公路机动速度快，能快速完成阵地转换，打完就撤，完美规避敌方反火力打击。不管是平原开阔地带，还是复杂沿海地域，都能快速就位，输出火力，适配各类作战场景。这种性价比拉满、战力无短板的国产远火，你觉得在未来山地作战、跨海压制、快速支援等实战场景中，还能解锁哪些全新打法？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。